我们现在有新的考核任务了。有一年的4月4号，公安局接到报案，有一个男性的尸体非常离奇的死在湖边上。刚好那天是清明节，定是什么非自然的力量在作祟？诡异的死状，无法解释的绳索、铁锤，用来绑杀人犯，人力不保，是时候未到。这一次是一个单兵作战，各自去看现场。有血迹的杯子，有明显打斗啊。插孔是有一个烧焦的痕迹。这个男性他的一个精神状态不太好，不像自杀，身上的绳结比较奇怪。其实绳结是提示很多信息的一个点。这个绑法自己都可以绑。我去，哇！他是想伪造一个被人杀害的这样一个，有可能啊。他那个结我还没弄明白呢。第一次他们完全没有头绪。我说他应该活着。每周6、周日中午12点，会员抢先看初入职场的我们法医季正片，会员尊享案件前夜、法医实录等更多精彩内容。你们谁有皮肤性病学的书？我有 PDF 版的片。发给我，谢谢。这个下载了怎么把文件给他呀？你要不把那个链接给我，我来下。我再下。那就直接转就行了。下载之后直接转就是文件了吗？我帮你弄啊。来吧。我下载了之后怎么办？给我一个。不行了，我不服，我要来。好，行。移到对话框不就发出去了吗？都可以啊。这个那我先私下发给曲玲。你不能发给我吗？我也想要。算了，给他也行。还是这个呀？不是这个。哎，行，好了，剩下的事就交给我就可以了。啊？等会儿。怎么然后下载好了怎么发？我服了。啊？保存到网盘，下载。我就这样。你不分享，打开方式有吗？打开方式。你可以用 WP， 哎对。先试一下发给徐总。可以，可以发。对。群里面吗？好了。也不知道到底是哪里有困难。我感觉我的智商也受到了侮辱。你好，谢谢你啊，又来帮忙。没事，你们都连续奋战好多天了哈。早上好，大家好，大家好，老师好，给你们带来一位新的大专家啊，大家好，欢迎，老师好，西南政法大学的香静教授。首次见面哈，那我还是稍微自我介绍一下。好的，我是来自西南政法大学刑事侦查学院的法医学教研室。我第一个职业呢是医生，我是神经科的医生。那第二个职业就是老师啦，你看我是神经科的医生，所以说呢，我也是有志于就是把这个神经科学的一些比较前沿的一些技术用在我们的法医学的领域。那其实今天我们这次案件当中，在我们前面的口供里面就有显示这位死者出现了一些我们在和他沟通的时候有一些在口供里面对什么情绪低落，对什么事情都没有反应，情绪没有波动，而且很低调，说话只是这些。对，就是比如说杯子砸脑袋了，还淡淡说一句没事儿。我呢着急了，脑子一热，吃什么呀？吃。掀了桌子，还不小心误伤了他。不见，快。可是呢，
他呢就一直很冷漠，就是这些情况很严重的退缩行为，对，还有一些伤口，对伤口，自残，有自残的现象。结果这个时候发现他的身上有许多伤，并且头上呢还有血，我就说我要去给他上药缠绷带。其实这个死者他去世前住的地方是他租住的一个房间啊，对，他平时是不住在这个，他有一个自己的家，他有自己家。啊，就这个不是他家，这是他在公司附近租的房子。啊。哦。所以我们也是在助理坛去看一下他那个之前住的地方，去做一下调查。没问题。所以我也带了考核助理卡，好，交给你们考核助理坛。谢谢。好的，谢谢老师。来给大家在这儿看一下我们新收到的助理卡。在死者的公寓内进行搜证勘查，试图寻找死者生前的行为轨迹。纸笔和相机已经放在了现场，可以用它们记录下来关键信息，并派代表将你们的发现转达给实习生。其他人回到多功能室和我们的向老师来沟通咱们的发现。好，在下午2点将会进行结案汇报。好的，好的。好，那我们就立马前往那里。好，出发。好。哦，有一个新的房子，这个是他自己买的那个家是吧？自己买的那个。对。那咱们就开工，开始行动喽！行动，对吧？开工。你们3个好。这是看的啥？哦，他看的是《人间失格》这本书，你们看过吗？人间失格可是太丧了，太丧了，太黑暗了啊！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天哪，这不就是我在看的书吗？然后局外人，余华的《活着》，百年孤独，这个你要拍一下，我觉得尤其是前面这几本，对。哎，打开，发现了什么？这里有一个，我记一下。含义啊。有一个船员证，然后船员证，持证人姓名是他的父亲。我觉得这可以拍一下。他父亲曾经是有在海船上任职的资格的，父亲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船员证的。船员这个职业其实也会蛮煎熬的，因为他常年在海上航行，你就在一片海上飘荡着，然后就这些朋友在这里，而且也没有什么亲人的陪伴。是的，一出海就是很长的时间。这个先拍一下呗。这是压力球吧？解压球。稍等，我把这个地上的，我把地上这些酒。哇，它有这么多压力球。好，这解压球。这儿。什么情况？念一念，发现什么？他有轻度抑郁症，然后这是他的药。3座轮，然后都是一些精神类药物。只有一把刀，一把剪刀，刀上有血，疑似血液，自残行为。有剪刀，有小刀，而且他有经常撕拽自己头发，或者是严重脱发的这种问题。你看，辞职申请，这人还抽烟。好，老李的日记本。3月12日，树都比我幸福，每年都会有人想到他们，每年的这天都会诞生很多的生命，我活着只会浪费空气。植树节他的观点居然是这种活着浪费空气。3月15日，看新闻，好多人都因为自己买了假东西去维权，他们愤怒抗议，我只是羡慕，他们还有愤怒的能力，还有购物的需要。而我呢？什么感觉都没有了，我只是觉得自己过着一个虚假的人生，我整个人都不是真的，要打假打我吧。3月28日，真好，这个痛苦的3月马上要结束了，即将进入更加痛苦的4月。4月1日、4月4日、5月1日、5月30日、6月1日、6月29日、7月7日、7月30日、2月2日、11月、12月9月19日、9月23日、12月8日、1月1日、2月2日、4月2日。这2年了已经。哎，你这个拍了吗？绳没拍。这个是他不会自己在家练打击的方式。这个狗它，你看这里边它还有一个洞，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啊？我看看。哎，
真的有东西是吗？这是个什么呀？看一看，放了个什么？这像一个 MP3随身听什么的。录音笔。这是录音笔吗？对。他为什么要在狗狗里面藏一个录音笔啊？是他的遗言吗？听一下。好像是在哭了。快结束了。遗书。对不起，我做了最坏的示范。分别搜查日常生活中最没有痛苦的死亡方式、自杀案例，什么死法不痛苦，哪种死法最快。这个是孔明灯，哦，是给离去的这个对死者哦，想爸爸的时候啊，他写了什么？对。Hello， 我和俊辰我们又去了一下那个现场，有一个他之前一直住的一个家，里面有很多关于他个人之前经历的一些线索。我这里边有很多的重要线索。我们一块儿，大家凑一块儿，然后看一看那个相机里面的照片。老师，我们回来啦！回来了。我们在路上的茶水间给你们打的咖啡。哦，谢谢。那我们现在简单做一个小汇报。其实最直观的一个信息就是老李应该是患有抑郁症的。我们从一开始进去，他有书。哦，他看的是《人间失格》这本书。活着。百年孤独，打开之后，他们上面有很多标注，什么生而为人啊，等等，就很丧的这些话。这些书咱们都看过呀。对。这些虽然都是很优秀的文学作品，但是他带着不同的心境去看嘛。再往下走，发现了3个孔明灯，写着，我要将来买31厅的房子，有一间留给爸爸。给爸爸留一间，天，他爸不是死了吗？对。所以那个纸，说实话，就那个报纸嘛，中年男性跳楼的那个，那是他父亲的那个。确定吗？他父亲是跳楼啊，他父亲是跳楼死的。之前有谣言写什么他父亲跳楼的时候，儿子在下面笑着看，后来才发现并不是，而是他父亲因为炒股。但他跳的时候，他看到了。没看到，当时他在上学，然后他妈妈是接了放学，他来这儿了。然后还有一个日记本，日记本是从日更到慢慢的中间间距越来越大的去写这个日记。就是我们通过日记本可以判断出来他得这个抑郁症至少大概有2年的时间，甚至更久。2是可以推断出来，就是对死亡这件事情更感兴趣。3月抑郁，3月12还是抑郁。这个痛苦的3月马上要结束了。就他一直都是这个抑郁状态。对，这些照片，然后你慢慢会发现他的症状也会一点点加重，就是逐渐出现了后面一些包括认知出现问题，就是他记不得女友的生日啊。对于时间的观念没有那么明显，比如说每天的日子都是一样的呀。然后他会有幻听、幻觉，然后有妄想，他会妄想出身体内存在一只黑狗，然后这个黑狗会成为他生命的某种意象。他4月4号是最后一天写的日记。再见吧，自由的名字叫截图。他的遗书。我想了好久，还是留下一封遗书吧。当大家看到这段文字的时候，我想我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我将会用一种最解脱的方法离开。我从爸爸的离开那天开始，我就感觉自己是个浮萍，再也没有扎根在哪里。就像断线风筝，也渴望成为断线风筝，不在哪里着陆，只随着风到处飘着就好了。现在的我感觉特别的轻松，我终于要离开这个世界了。我被抑郁困扰了太久，对不起，我做了最坏的示范。如果你们
未来不幸也患上了这个病情，及时就医，给自己一个拥抱世界的通路。请大家千万不要浪费人力物力来找我，我真的不想麻烦大家，我不想立碑，真的只想干干净净的消失在这世上，就像尘埃隐于空气中，以后风往哪儿吹我就往哪儿去吧。绝笔4月1日。有点震撼。这个遗书，反正能感觉出来他还挺善良的，而且他还呼吁，就是有抑郁症的朋友可以及时去就医，所以就是非常善良的一封遗书。抑郁症患者实际上真的就是这种人际关系当中的好人，大多数都是心地非常善良的孩子，他们。我们说就是可能小的时候，他的这种亲子关系可能比较的薄弱，或者是就是爸爸妈妈极力的想给爱，但是可能方式用错了，然后孩子其实感受不到，比如说过于的严格要求他啊，然后打骂呀这种，其实家长觉得这是为了孩子好，但是孩子体会到的可能就真正的就是那种缺爱的那种状态。像我就是从小被我妈揍大的，真的，因为我妈其实是。因为我也是离异家庭，那个小时候爱吃辣条，然后被我妈下班撞见，就是马上关到屋里，就是一顿，就是胖揍，就是小时候是那种无由来的。但是我妈就是让我还很爱她的原因是我妈是一个打完就道歉的人就她能自己修复。对，她就说我控制不了我的情绪，我这样对你，我觉得我错了，然后我带你去吃个东西。是家人呀、朋友啊，能够陪伴他，给他建立一个情感连接多半出不了什么大问题。但是像这种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理解他，是的他的社会支持系统是太崩溃了，没有和任何人建立情感连接的话，他就一定会出也都是负面的。对，其实抑郁症就像老师说，就是其实他最后想要的就是爱和认同。对，是这样子。这个是什么？这录音笔，这里面有个内容，就是前面就是就哭，就是很抽泣，哭完之后半天哽咽出来说了一句话：“快结束吧。”这个得记。录音笔藏在玩具狗的肚子里。可以快速过一下。这个是什么？全国自杀危机干预专线400-161-9995，这是他父亲的传言证，有2根短的绳结。他在练习打结。这不是梵高？因为梵高不就是一个抑郁症自杀的一个画家吗？这是他的网页浏览记录。什么死法不痛苦？哪种死法最快？跳楼是瞬间死亡吗？好，谢谢，加油！写报告了，去吧。谢谢资料。在整个提取证物的过程中，助力团给我们的帮助也是很大的，因为他们也会开放式的去想这个案情，结合重点来收集这些证物，以及在我们没有考虑到的事情，他们也都会提醒我们，所以对我们帮助很大。我们回来了跟他们大概介绍了一下那些看到的所有的照片内容。他们有没有哇？他们说好，然后就去写报告去了。真的让他们早期的去治疗、去干预，我觉得真的就不至于发生这样的一些悲剧。是的。所以这个抑郁症它的这个也是有很特别的方式出现这种意外，它就是那个求死欲望很强。是的，但同时又想自救。对，在我法医上有这两种鉴定比较困难，一个是抑郁症的这种自我伤害和死亡，另外就是精神分裂症的这种自伤、自残和杀人的，很难以理解。明白。像这个也是很难以理解。那我们就期待一下他们的那个汇报。对，毕竟这件事情的真相还是要看实习生们怎么来还原。好，那我们就等待汇报。哇，好多人啊！
多人啊！哇 ，Hello，好多人啊！那你们招的人多不多呀？有没有一次性招过5名啊，或者6名、7名呢？有啊，有啊。嗯，那现在还会这么招吗？现在暂时不缺那么多人。暂时不缺那么多人啊。哦，你要来也可以。特招有特招，我是帮我的那个朋友们问一问的。哦。你们好，来，这个是下棋。对，是，给大家拿了笔记，我用脑子记。这是学霸类型的，厉害。老师好，老师好，大家好。坐吧。对，好，我们这阵仗很大呀。大家下午好。因为今天呢，这个中心有一场这个听证会，所以请了中心的这个老员工一起来听一场这个实习生的一个案例考核的一个报告会。因为我们这个法医专业经常会遇到要面对公众诉说他的这个结论，那么这种压力有时候实习生受不了的。他可以在小范围讲，到了大的这个一些范围呢，他可能就会有慌张、有紧张。正是这种压力的话，会让我们司法鉴定人在做鉴定的时候，就需要秉持一种严谨，然后呢公正的这样一个态度。你做到公正，就没什么好可怕的。我们待会儿呢，他们是一个人进来，我感觉他们可能没做好太多心理准备，所以我们他们来了，给他们一点掌声，让他们平静下来，不要太紧张，好不好？谢谢大家啊。三左轮片，这个左到底第一声还是第几声啊？左，我怕又念错了。要谨慎。过去吧。走吧。你们谁第一个？你第一个吗？那请进来吧。谁第一个？薛子龙还是谁？曲宁。嗯。这么多人吗？吓我一跳，真的很可怕那个场景，我想马上掉头就走。来到前面。我们昨天去勘察了那个现场，然后回来之后对他做了一些尸表检查和尸体解剖，然后从这些结果里面，我们可以得到一些病理学诊断。第一项是他的肺部就是表现为吸入性肺炎，第二个是喉头的充血水肿，然后喉头会炎以及周围的软组织有片状出血。第三点是食管下段有少量的棕黄色内容物。第四点是急性心肌缺血表现，主要表现为心肌细胞坏死和乳头肌收缩带坏死。第五个是膈肌升高，第六个是大量呼吸道积液，然后有少量胸腔积液、心包积液和腹腔积液。第七项是心、脑、肺、肝、脾等多器官淤血水肿。第八个是看到他站在那里，并且有条不紊地把自己的那些东西说出来，我已经觉得很勇敢了。就是我觉得肯定会就是很紧张，但他表现得很好。13个是脂肪肝。然后我们还对死者做了一些别的相关的分析。主要包括对他肺中的硅藻的一个检查，硅藻检查显示在肺中检出了少量的直链藻，然后我们对他就是家中浴室里面的水也进行了硅藻检查，然后里面也检出了直链藻跟小环藻，然后对他现场发现的那个湖边的水质也做了一个检查，然后里面的藻类成分比较多，但是跟死者肺部的那个成分是不相符的。第4点是死者血液中检出了乙醇的成分，它的含量是166毫克每毫升，是已经超过了一个醉酒的量。第5点是死者的血液跟胃内容物对他做了一个常规的毒物检测，然后毒物的检测结果是阴性的。然后对他的死因进行了一个分析。首先是看到他的整个尸体没有严重的颅脑损伤以后，也没有明显的其他机械性损伤的
表现，所以可以基本排除是机械性损伤致死。然后没有见到高低温损伤的表现，也没有见到电流斑、电烧伤等电极损伤表现。常规的毒物检测是阴性，且没有基础的疾病表现，所以可以排除高低温电击雷击中毒和自身疾病这些死因。然后口鼻部的淡黄色粘液，然后喉头的水肿充血，以及周围软组织的出血，食管下段的棕黄色内容物，气管和支气管内的红色液体残留，以及多器官的淤血表现、吸入性肺炎表现，这些都指向是由于呼吸道阻塞引起的机械性窒息。我对案件的还原就是，他由于受到父亲离世的影响，然后生活不顺。长期患有抑郁症，有明显的自杀倾向。近期因为被迫离职，抑郁症的症状明显加重了。案发当天和同学一起大量饮酒后，因为借钱跟同学发生了矛盾，头部受到了损伤。随后又独自饮酒，打算投湖自杀。他在自己身上绑了石头，并捆绑了自己的手脚。准备投湖的时候，因为饮酒过多，然后发生了呕吐。但是他因为手脚被捆绑了，没有办法及时挣脱，然后最后因为反流的胃内容物堵塞气管，窒息死亡。曲宁整个这个表现他是比较稳定，然后呢，他观察力非常仔细。看现场这个过程当中，曲宁去世首先看尸体，他是因为这个尸体在野外，所以要快速把它处理掉，我觉得挺不错的。大概就是我对这个案情的分析。有没有问题？你们注意谈也可以。如果你认为是吸入性的这种损伤的话，那你在它的食道里面和肺里面有发现相关的物质吗？它的食管下段是有发现一些棕黄色的内容物的，然后胃里面也是有50毫升胃内容物的。我考虑到它这个胃内容物的主要成分可能就是酒，它的那个吸入性的那个损伤其实不是它死亡的主要原因，它死亡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它的呼吸道被阻塞了，是一个气道阻塞导致的窒息。我有在控制自己，就尽量不要太紧张。到后面其实就好多了，我觉得我自我调节能力还是可以的。我今天都敢抬头和下面的老师有一些眼神互动。好，谢谢曲宁啊。你把下面一个请进来。好的。下一位，大家你们有多少人啊？就20-30吧。20-30个人。那么多人。曲姐出来说里面有30多个吧，因为我这个人多我就会紧张。哇，老师好。好多人呀。好多人啊。几个人表演当中，我最担心他，因为他没见过这么大阵仗。老师，这是我的报告汇报，这里面。啊，谢谢。那我今天就从他的一个死因分析开始。经过对案情的调查及现场的一个勘查收集的材料、尸表和病理解剖报告，可以通过排除法排除它的一个高低温。因为没有高温和低温环境中引起的一个刺激性休克，还有一系列的病理改变，在不好意思，有点紧张。还有在排出它的溺水史，因为脏器组织的硅藻检验中，它仅和浴缸中的水吻合，而且它的硅藻检验呈阳性，仅存在于停留在肺部。还排出了电击史，因为强大的电流通过心脏引起的一个心肌收电休克，还有脑干的一个生命中枢麻痹是没有看到的。我这边还排出了一个中毒，因为心血及胃内容物均未检出常见的毒物。猝死的话，我这边也没有接收到它一个指标超负荷，尤其是心源性及冠心病疾病。辅助检查。这边我们通过助力团提供的线索，死者的另一个家现场勘查得到他父亲的一个身份和工作。2021年2月20号那天，得到了医院的诊断，患有轻度的抑郁症，就是死者本人。通过他的左手手臂看到有很多刀划痕的伤疤，怀疑有自残的一个倾向。还有他电脑最后的一个搜索记录有
自杀死法的一个记录。这边的辅助检查还有送检的裁纸刀，它上面的血痕是来自老李的，还有绷带、血痕擦拭物也是来自老李。我这边做了一个推测的案件还原。4月4号当天，饱受抑郁症折磨又无法摆脱自救，和同学喝完酒之后发生争吵。你他妈是不是有病啊？掀桌子的时候被杯子砸伤头部，借着酒劲去到了浴室，想尝试用吹风机电击自杀，但是因为电路的一个负荷跳闸了。女朋友在7点下班回家之后，看见男友身上有多处伤，就给予安慰，但是男朋友提出分手，就觉得自己没能得到理解。女朋友出门之后，选择离开出租屋去自杀。推断反绑过程中搬石头、过量运动，加上喝酒和情绪的原因，导致呕吐，呕吐物反流呛咳引发的一个机械性窒息死亡。就是有其他的证据去佐证他有发生过呕吐或者发生过呛咳这种证据吗？这个的话，我是在看尸检的照片，有看到他喉头解剖，食管里面呈现了已经几乎填满了吧，他的一个粘稠物、粘痰这样子。他上面的表现气场是足够的，而且对问题的回答能够抓住要点，我觉得今天是一个质变。好，谢谢晴晴，谢谢老师，很厉害，很棒。今天钱有点多呀，紧张吧？紧张，还行吧。来看徐子彤的，子彤我倒是蛮期待的。子彤也标红了，哎，书面啊，书面又加分了。考虑生前电击，要么是历史，要么是电死。他说的很准，他把重要的东西全给你那个了，只是说他没有说细节。要是给我打分的话，直接打 A。第7案的死因和案件的还原，对于检验过程我就不讲了。然后尸表检查，我有些重要的点我挑出来可能会讲一讲。尸表检查呢，对我来讲具有这个指示性意义的，就比如说尸斑呈暗红色，指压不褪色，他右踝的肿胀，还有一些挫伤。法医学尸体解剖呢，可以发现脑实质、中脑及眼脑的散在点状出血，喉头黏膜下，包括这个左右肺也有，胃、小肠黏膜下都有造性单核细胞淋巴浸润。这些肺、肝、脾还有肾都有跟正常的器官重量比起来有比较严重的这个淤血。徐志同昨天在现场勘查的时候还是非常细致的，今天在鉴定思路上做了分类和补充，挺不错的，还是比较看好他的。还有就是肺有典型特征的，就是它有一个肺泡腔的透明膜的形成，它可能提示一个肺部张。比较重要的就是点灶性的心肌细胞坏死，还有乳头肌灶性收缩带坏死，左心室壁的灶性纤维化，然后心包积液是棕灰色，胸腔有淡红色液体，然后腹腔有暗红色的液体。然后死因分析说明，我现在首要推断就是我推断它是因为饮酒和情绪激动导致的左心衰，然后导致的急性的死亡。最主要的就是暗红色的尸斑是我推测它是急性死亡的一个重要的点，还有就是它的心肌断裂、肺透明膜的形成以及多器官的淤血，我觉得指向了一个左心衰竭的一个情况。然后呢，案件还原呢，就是我个人推断呢，是因为那天他写了日记说要解脱，我觉得应该是指向了一个他有这个自杀的行为的启动，我觉得。然后就是下午其实有这么几件事，一呢就是借钱，二呢就是分手，这也是导致他这个情绪激动的一个原因。所以我觉得他就是当时饮酒，然后当时也情绪激动，然后最后呢说分手，然后决定去实施自杀行为，然后把衣服换了之后去洗澡，
在浴缸里的时候就发生了这个左心衰的一个急性的发作，然后最后倒在了浴缸里。然后但是我为什么就是说尸体最后在湖边被发现，但是我却说他在浴缸里呢？一呢，就是他在浴缸里应该是有一个呛水的动作，处于一种濒死状态，所以会呛到一些硅藻。再一个呢，就是被发现的时候，他实际上是虽然是绑了绳结，但我还是觉得就是如果自杀的话，绑绳结会更习惯于绑在身前。再一个呢，就是他的尸斑位于尸体的背部，但是他是背朝天的，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尸斑的位置也是非常奇怪的，而且他的绳结绑的部位呢，并没有发现尸斑。所以我觉得这都是搬动尸体的痕迹吧，我觉得。我的案情推断其实有很多的不足和空缺，但是我现在都不能确定。所以汇报完毕。好。你说你推断死因是依据了暗红色的尸斑，对吧？对。那么尸斑的颜色一般是什么颜色？尸斑的颜色一般正常应该是就是我觉得应该是鲜红吧，我记得是。但是你刚才描述的是暗红色，尸斑呈暗红色，指压不褪色。对，但是就是因为这个报告里描述的就是暗红，所以我觉得是比较奇怪。你觉得这个暗红色是异常的，是吧？对。还有吗？没有了。好，子龙，谢谢你。行。感觉出问题了呢。咋了？怎么了？完了。所以你最后说的是什么？心衰。啊，心衰。然后呢？我感觉有问题。我觉得这次的想法也比较大胆，跟大家不一样的结论，会有承担一定的风险嘛。而且中间这个老师提出的一些问题，我也没有非常完美的答上，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讲心里就非常虚吧。老师们好，好，老师们好。基本的情况和过程我就不汇报了，然后就是从我的自己的思考开始。我先看了这个报告之后，做的一个病理诊断，一个是脑水肿，第二个是脑实质的点状出血，第三个喉头黏膜下燥性出血，然后有炎细胞的浸润，甲状腺淤血，第四个是心肌的空泡样变，然后有淋巴细胞的浸润，也有心肌细胞的坏死，第五个是弥漫性肺水肿、肺出血，然后有炎细胞浸润，第六个是肝细胞弥漫性血样变、脂肪变，然后刘朝玉今天表达很流利，也调整了他的思路，比以前更严谨了。然后第二个就是现场的陶瓷杯、卧室的垃圾桶里面的血迹以及纱布上面的血都是出自于老李本身的。然后第三个就是死者的乙醇含量，它的乙醇含量是166毫克每100毫升，就是处于一个醉酒的状态，但是没有达到致死量。然后第四个就是死者的血液及胃内容物的毒物检测，它的肠胃毒物检测是阴性的。然后接下来就是我对于这个案件的死因分析。首先就是他喉头黏膜下有燥性出血，然后甲状腺的一个淤血水肿，然后就是他结膜苍白，体内多器官的淤血。解剖的时候打开发现他气管及支气管腔内有较多的淡红色的血液，然后双肺整个是肿胀的，然后有点片状的出血，也是淤血的状态，然后就符合一个急性窒息的体征。结合到他尸表的话，就是他口鼻有一些黄色的液体，我推断是他自己想要自杀，然后在湖边的时候，可能因为他喝了酒，然后引起了一个反胃，胃内容物就反流，导致他呛到了呼吸道或者是气管怎么的，导致有一个内源性的异物阻塞了呼吸道，然后引起的梗死，就是窒息死亡。好，谢谢大家。
谢谢赵玉。那你把下面一个请进来。好。之前几次成绩不理想嘛，我还有2次到了不及格的线。今天出现了一个很不好的一个分数，是诚实，给了50分。行，今天给予分很低很低，58分。我也知道3次的话就不得不离开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环境。我希望我能好好把握这一次。诚实是面临这个非常危险的一个状态。如果这次不及格，可能面临着就要离开我们。首先这次的案例，我们在对尸体进行一个解剖之后，我们对它的法医病理学诊断主要有外阴相关的病理学改变，体表多处的擦挫伤，右内踝有一个大面积的皮肤青紫。喉部会咽以及周围的软组织有一个出血，食管下段见少量棕黄色内容物，双侧胸腔内有少量的淡红色液体，以及气管支气管内见较多淡红色液体，食管黏膜多发出血点，还有双肺有肿胀，表面见散在片状出血，表面和切面有一个淤血，水肿显著，然后自身疾病相关的病理学改变没有观察到。然后就是一个辅助检查。第一点，死者血液中检出乙醇成分，其含量为166毫克每100毫升。第二点，死者心血和胃内容物中未检出常见毒药物。第三点，死者的送检器官检出少量的直链藻。然后就是死因的分析。首先第一点，经过对老李遗体的系统解剖和法医病理学检验，发现了一些结性损伤，但是在心、肺、肝等器官没有发现破裂或者挫裂伤，也没有发现头部有严重的结性损伤，然后胸腹腔也没有看见大量的这个积血，所以我就把这个结性损伤导致死亡给排除了。然后第二点，心血、胃内容物的常规毒药物检测报告为阴性，然后我在组织和器官的无论是这个解剖也好，病理学检查也好，我没有看见就是非常特异性的就是这种病理学改变，所以我就我个人也就把中毒排除掉了。然后第三点呢，可以发现老李他的喉头会咽和周围软组织是有一个片状出血，也可以观察到气管和支气管腔内有大量的淡红色液体，包括他双侧的肺是到达了818克和800克，然后镜下可见肺间质小血管及肺泡壁毛细血管扩张淤血。综上所述，我根据办案单位提供的有关案情经过、尸检记录及照片结合病理组织学的检查结果，分析认为老李因内源性异物导致这个呼吸道出现了阻塞，然后导致了一个接近窒息。所以我最后给他定的死亡方式或者说死亡性质就是，他是一个自杀未遂，但是因为意外出现死亡的一个人。你们那个心血中测出的乙醇是多少？诚实这个血缺点，输出的时候很快输入，加工不够。你说了百草库的致死量是20毫克每千克，什么意思？这两个单位可以在一起换算吗？不能。既然不能换算成一个单位，你怎么能把它的两个数值放在一起比呢？166毫克每100毫升。行，谢谢陈实。
哦，好，哦，别给我。请助理团和实习生半个小时以后，我们来做后面的这种结果的这个宣布。打分了。老师，我刚才讲汇报的时候还行吧？有没有什么需要改正的？可以，挺好的。好，那这样对自己有信心。行。本节目由一杯叫醒早晨，咔咔迈入职场的雀巢咖啡赞助播出。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会员抢先看初入职场的我们法医季正片，会员尊享案件前夜、法医实录等更多精彩内容。我们要做一个点评了，过去吧。走吧。老师好，老师。老师好。好。在宣布结论之前呢，我们想把实习生这段表现做一点这种点评。像仅仅有一个证据是没有要，是那个硅能的硅藻，你没要，光要2个水样的，这2个水样的就没办法说明问题，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遗憾啊，所以这个里面我觉得还是基本上是一个思路是很到位的。然后呢，在这个里面讨论的时候呢，我觉得开始是不习惯这样子，我要不说话呢，你们也不说话。其实你们呢是想讨论，但是没人接茬，就是跟刘少玉2个人就是对着，刘少玉声音很小，然后就是一个那个悄悄的话了，不是跟小组讨论的。当然，对，但是坐在对面啊，这是坐在对面的，所以这个讨论这个氛围没有起来，可能到了一个关键时候呢，我觉得还是诚实挺出来了。互相讨论这样好一点，不要每个人3分钟有点。是啊，你是互相讨论吗？对，损伤，然后基础疾病，心脏，他的心脏首先是没有斑块。有什么情况可以导致感染致死吗？那颜色是正常范围吗？喝这么多酒的情况下，他能绑得住自己吗？拿到一些这个资料以后，他在鼓励大家去发言，他这个作用起的是很优秀的，所以这个是要提出表扬的啊。那么这个真实的死因究竟是什么呢？请助理团把这个真相跟我们说一说。好，案件真相。44岁这年，死者因抑郁症加重，于4月1号写好遗书，计划在父亲的忌日，也就是4月4号自杀。当天中午12点，同学带着一对白酒到访，并点了外卖。因为想找死者借钱，产生一些误会，于是借着酒意掀翻了桌上的食物和酒。陶瓷杯误伤了死者的后脑勺，酒和油污也沾到了死者的衣服。不久，死者的同事上门，为自己之前嫁祸泄露文件并举报死者一事道歉，求死者对公司承认此事是自己所为。死者拒绝，同事哀求无果，一怒之下打得死者身上多处淤青后离开。非要把事情闹这么大？随后，死者换了身干净衣服，开始自杀。他喝了3瓶酒，将自己灌醉，来到卫生间，打开水龙头，躺进浴缸，准备在昏睡中溺死。结果被水呛醒，激发了潜意识的求生欲。
死者再次把插上电的吹风机放进水里，想电死自己。结果电闸断电还是没死成。晚上7点，女友下班回家，发现死者的伤口，于是给他上药缠绷带。女友的关心令死者惭愧，他提出分手，女友不解，悲伤离去。死者深感自己给这个世界带来的麻烦，于是解开绷带扔在卧室，也解开与女友的牵连。死者开始在家翻找绳子，不久，死者拿着绳子来到楼下的湖边，将自己五花大绑，并绑上石头。刚准备投湖自尽，却因为迟发性溺水而死。所以今天这个考核案子有2个很关键的点，一个是这个结论当中迟发性的溺水或者迟发性溺死。然后呢，第2个要关注的就是抑郁症这个事情。因为从整个资料上案情看，这个人还是很善良的一个人。是的。那我们请周老师把这个溺水当中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给大家做一个解读。这个是我们在学习历史中间有个特别的名词，叫迟发性的溺死。什么叫迟发性溺死？就是说，我们看到有人溺水了以后很快死亡，但是有些人他被水里救起来以后，送到医院里看得很好，但是突然又出现一个呼吸功能衰竭，全身缺氧，肺水肿，然后肺的病理改变就是我们叫有一个透明膜形成，里面看到肺透明膜了，甚至还有点状出血，包括气道里面都是液体，所以这个死者呛水了，有一种溺水的个过程，但当时没有死，但他肺里面的炎症细胞这种改变，引起到肺的水肿，引起呼吸功能衰竭，特别是儿童，几岁的儿童在水里呛了水以后，家长一看回去活蹦乱跳的，可以挺好的，但是往往在几个小时之内，突然这个小孩就不行了，很快，所以要很关注呛水的儿童、溺水的儿童，一定要盯着他保护他。哦，高度的关注一下他的肺水肿的情况。对对对。我们法医上其实迟发性的死亡还可以见到其他的，比如说有机磷中毒、喝农药的，好了，然后过个10来天，突然不行了。还有一种这个上吊的人，10几天以后突然不行了。跟这个迷走神经反射有关，压了神经以后，那么对这个气道有影响。如果说是涉及到刑事案件，我们到医院要去调查他们，那有的医师好心啊，就说呀，你现在他要休息，他要等到好了恢复了，你们再来调查。这个时候我们会鼓励这个我们的警察早点去，哪怕他不能说话，那就让他写吧，否则的话连写的机会都没有。那接下来就请向教授把这个抑郁症这个事情，我们来做这方面的这个解读。那么我们来说说他在抑郁症的症状上面的一些符合点，比如说他有大量的这种负性的这些思维，比如说对自己对现实、对前途是非常非常悲观绝望的，对生活毫无兴趣和愉悦感所以他们会想到这个死亡的这个问题，而且他的这个诱因吧，就是太多了。你看他的这个父亲早年去世了，然后他妈妈又病了。实际上，作为孩子，他在成长起来就是没有人能够看到他。如果是说他能够有一个充满爱的环境他的同事朋友给他产生一种温情的情感连接实际上我觉得可能不至于走到这样的程度。其实，在身边呢，有很多事情我们不要去歧视我们的这个有抑郁症的人，因为抑郁症确实是很纠结、很痛苦的一种状态。曹禺谈谈你的观点和想法。知道这个案件里面是因为有抑郁症，他常年饱受抑郁症的折磨，然后最后
选择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然后也是今天，可能刚好把这头让我们分享感受的时候，就第一个 cue 到我了，就是跟大家分享一点我自己的经历吧。就是有一个时间段，就是刚开始是觉得每天都很困，然后就是睡不够，然后到后来就是晚上睁眼到早上5点，然后到后来我自己觉得最严重意识到的时候，就是我就会流眼泪，就不是哭，就是只要我一坐下来没有事情干，我就会一直不停地流眼泪。我那个时候就觉得意识到自己好像有一点这方面的可能有一点不对了，然后那段时间我其实刚开始不知道自己是这么一个情况。其实那时候还不算晚，到后来我去看心理医生的时候，就是学校里面有一个心理诊所，然后他是每天下午5点钟的时候关门，然后我就是4点半就去的时候去，我想是那个时候应该是人最少的时候，然后我去的第一天就很不巧，我去的时候，他那个卷帘门就放下来了，然后我想说不是5点关门吗？然后为什么就感觉这个世界不需要我了？然后当时我就在那个街上就崩溃了，我就很羡慕那些树那些叶子，就风吹了你就走了，你就不需要，你都已经被安排好了，你也不需要谁告诉你该干嘛。然后后来就是处在这样一个自我价值极其低的一个状态，然后后来其实后来慢慢的把我变好，其实我觉得我妈妈是关键的点，因为我觉得她是很爱我的人，她清楚的感觉到了我的变化，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她就疯狂的给我打电话，然后她就会一直叫我说有什么一定要跟我说，有什么一定要跟我说，但其实刚开始我什么都说不出来，但是现在想起来，我感觉就真的好像是我妈妈拿了一个钳子把我嘴撬开，然后逼着我要说点事情给她听，然后我走出来这个之后，我感觉还是有挺多的感触的。就是首先第一个感触，我就觉得很多现在就是在教育人们说要学会去赞美，就是赞美的力量。可是你不仅要赞美别人，你还要赞美你自己。当时我是觉得世界上所有的问题的终点都是爱，你用爱都能去解决。然后后来也是因为我妈妈她告诉我说，我其实对于她而言，她最幸福的事情并不是因为我拿了什么多久多少成绩，赚了多少钱或者去了什么地方，她告诉我其实就是我活着她都有很开心，就是让我觉得有一点惊讶，我会觉得我自己是一种负担，但是你却就仅仅觉得我在这里，在你面前，你就很幸福了。我觉得只要这个世界上有爱你的人，或者说是你爱的人，就值得我们去走下去。因为我觉得不管遇到什么问题，爱都是会帮助你去解决那个问题的最终的答案。Hello， 你是面试的同学吗？对，一起的。想喝奶茶吗？可以。冰的。我点了少糖还是无糖的？好喝。啊，你是咋了？没电了？没有，我休息一下。哎，安全带上面。哇，还是潮玉细节呀。那是。谢谢。谢谢。Nice。我觉得小刘挺好的，就觉得很亲切，这样的人就挺好相处。第一次在这么多人面前讲自己的经历，
鼓励大家吧，就是如果有遇到这种情绪上的低落的时候，就真的不要放弃寻找你身边的爱，你爱的人或者爱你的人。当你重新的有了健康的心态之后，你会很感谢那些爱你的人，或者说是你爱的人，甚至你还会感谢你自己，说帮你度过了这么一段时光，你也能感受到爱的力量。这个抑郁症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其实今天这种分享的话，个人把自己心结打开，还有一些生活的体验，我觉得是个很好的一个过程。然后呢，就要回归到我们这个主题上来了，打分啊。我从后面的说起，这个猜第一的就放到后面去。诚实是面临这个非常危险的一个状态。如果这次不及格，可能面临着就要离开我们。这一次所有人都是及格，没有不及格的，这也算是。后面的呢，这个是给到徐世彤。今天呢，毒性太强，就把这个酒精啊，还有这个左心衰啊，这个事情连上去了。我推断他是因为饮酒和情绪激动导致的左心衰，然后导致的急性的死亡。有点偏差，而且偏的还比较大。但是因为昨天的这个成绩很好，然后加上他的这个答辩这个回答整体还是非常不错，又把他给拉上来了，给了78分。希望你这个后面加油啊！对切片的阅读能力确实是有待提高。二呢，就是对整个的案情，我觉得我还是没有很充分的把握住吧。我觉得很多信息我整合的还不够全面。第二个呢，倒数第二个呢，刘超宇82。刘超宇为什么要给你这样一个分数呢？你今天的答辩是非常棒的，讲的也很逻辑性很强，但是就是昨天那一网没打着。看最后一个赵宇的中毒没有发现真相，猝死排除，其他排除，初步考虑电击。其实你看，现在还起码有一个这中毒，实际上现在都不能排除，没有毒理报告你是不能排除中毒的。有点太单一了，单一了以后就很容易出错。如果没有这个无领导小组的这个讨论，估计你就在那条路上就走到底的话，这个案就是错的。但是你今天表现的是非常好，还是要恭喜你。然后就是第三个，曲宁88，曲宁在表达能力上、自信力上面应该是最好的。但是，比如说这个曲宁把那个有关 DNA 的又忘了，希望能够记住这个事儿啊。这个第一名呢？第一名呢是诚实，因为他确实是极大的反差。从上一轮的案子里面不及格的状态，然后这一次从他现场勘查，他的表现是非常非常让我吃惊的。包括昨天，包括今天讨论的时候，他的咬定那个肺又中了，又出一点。肺的问题比较大，严重出血。双侧的肺是到达了818克和800克，然后镜下可见肺间质小血管及肺泡壁毛细血管扩张淤血。所以我最后给他定的死亡性质就是，他是一个自杀未遂，但是因为意外出现死亡的一个人。咬了这个事情以后，他起码就是这个窒息这个事情，他定下来了，跑不掉了，无非就是什么引起窒息。我觉得他很坚定这个事情，然后呢，我觉得他心理素质很强，给了他的分是92分。
就开心的我想吃3碗饭。说实话，真的很开心，因为第一次拿到90分以上高分，同时还拿到第1名，对于我本人来说肯定意义非凡的。它不仅是一种小小的奖励，其实也是相当于在警示我不骄不躁。我期待我能拿出更好的表现，然后保持我的这个能力。我觉得这是我来这个实习的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最后剩下的是向晴晴，你的进步是巨大的，从你在答辩的时候那种气场，我觉得是非常值得这个肯定的一个状态。然后你在找我要这个检测报告的时候，列了很多，他也考虑很多。然后你在你的分析上面的事情，你的就是直觉非常准。自杀引起的间窒息和间歇损伤窒息是讲这个联合死因的。对。推断反绑过程中搬石头、过量运动，加上喝酒和情绪的原因，导致呕吐物反流呛咳引发的一个机械性窒息死亡。他的分数也是92，并列第一啊！对。感受到了刘同和周老师的一个认可吧，还有就觉得这是我一个很大的鼓励吧，也会结合之前的一些不足地方去学习，我会加油的。整个来说，我觉得这个案子确实是很烧脑的一个状态，因为还相对比较少见嘛，所以我就想，特别我对诚实我有个要求，讲讲你的心路历程，这个心理怎么调制出来的？心路历程的话，其实就是之前几次成绩其实都非常不理想嘛。我也知道，就3次的话，就不得不离开这个非常一个好的一个学习环境。别人问我说我的心情到底怎么样，到底紧张不紧张？我一般都是回答不紧张。我内心其实非常也是有这种紧张和焦虑的，但是我一般不会向外说，不会去向别人宣泄那种负能量。我觉得于我也好，于别人也好，都是一种不好的表现。曹禺同学刚刚他说的都是我没想到的东西，就是他表面有的时候很开心，但他有的时候又很伤心。所以我就非常的在和他说很多事情，包括在开玩笑，在生活当中，我都是非常注意他的一些敏感点。我非常害怕触及他心底的柔软。就我也希望我在他心中是一个爱他的形象。他能从我这里感受到我对他的爱，朋友的爱，然后还有就是这个人是有这个抑郁症嘛，但是他遗书里面的那个细节很打动我。他说的是他最后确定自己要死了，写遗书的时候，他还说了他不想打扰别人。我觉得很多人他们在负重前行。他们承受了很多，但是其实他们也不想打扰别人。最后，我想说，400-161-9995，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话，我希望他们都能找到这个电话，然后他们都能有爱他们的人和他们爱的人。就是我觉得像诚实这种看着很大的开心果，然后为身边的朋友带来很多快乐的人，其实他们内心也需要，他们也有自己想要去宣泄的情绪。因为他很多次表现的好像 OK 就是这种感觉，但是因为我有时候会关注到他在调整自己的那个这种呼吸啊，然后能感觉到他其实也是一个小朋友，然后也是需要大家的那个关照的。还有不及格呢，这陈实同志还吊在后面的，
是不是要来证明一下自己？你感受到压力的同时，你要学会去化解这个压力。他会一个人 emo 的时候，哎，我能感觉出来，那种小 emo， 没有 emo， 没有 emo， 小 emo， 真的不用太担心，不用太担心。那来点包子呗。我早饭也没吃啊。来点。来个馒头吧。有点少的。要不要吃包子？你吃吧。哎，黄包子。老师好，老师哦，不好意思没了。没，我不吃，你们吃。先让我上去，我接收你们的。哦，好，去吧。好，来。他们就是这种典型的，就是把快乐留给别人，把悲伤留给自己。但是我希望这些人还是真的能够去寻求，就是周围人，包括家人的帮助。其实他们是很乐于去提供这样的帮助的，而且他会觉得，哎，你那么信任我，他实际上是觉得我内心是有力量的。所以真的不要想着这个就是去麻烦。今天其实这一档考核，我觉得是一个从案件当中，找到这个人生的一些心理状态，对我们自己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鼓舞。要把一些正的能量、开心的东西来附到我们身上来，放开了自己的心态，不要去纠结于一时，或者是把成败搞到那个。我觉得长远的是最好的这种氛围或者是友谊。无论将来走到哪一天，在什么地方，能够回想起今天来说，我觉得挺幸福的一种状态。在我们可以学到东西的同时，也通过了这个案件，得到了更深一个层面的学习。你一定要爱惜自己，珍惜生命。我希望大家都能用爱的方式来滋养自己，去温暖别人。这样的话，我觉得人与人之间会更好相处啊，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抑郁的负面情绪也会逐渐消散，开心的过每一天嘛。双六第一。这次考核啊，非常非常难。开关，这个死者是这个李姐10年前死亡的老公啊！我起鸡皮疙瘩了，起鸡皮疙瘩了哦。但是呢，今天的关键点还不在这个案子难的问题，有2个新的面试的来了。2个简历你瞧一瞧的话，可能就会大吃一惊。我叫刘瑞娜，来自西安交通大学，目前是博士3年级。他后面的这个论文，还有翻译研究成果。叫刘佳琪，来自于中国医科大学，进行了197例伤情鉴定，处理了103例现场勘查案件。一个是科研大神，一个是实践大神。各自挑了2个对标的，你们4个人去做这个考核题。处于一个巨人观的高幅状态，注意检查他的呼吸道，避免破坏。浮游生物进行一个提取。颞部是否有颞骨、眼部骨折？真的很浅。谁先打架？真的好看了。中间有一个人就比较遗憾，要提前离开。我的天哪！你们之前在网上有看到过关于对方的一些八卦吗？看过，但不敢说。看过我们的，但是不敢说。谁们呢？哎呦，你们还有吧？你想多了。我选择性耳聋，我什么都不知道。宇豪，为什么你说我唱歌跑调了？我觉得我唱歌不跑调啊。因为这个叹气回答了我的所有问题。看起来是真的。
自己给自己挖了个坑。我长得很年轻。我比较喜欢我自己说东北话。我一直嫌弃我头发太多了。哇！在笑，坏笑。他没有优点，我觉得。哎呀！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会员抢先看初入职场的我们法医季正片，会员尊享案件前夜、法医实录等更多精彩内容。这是一条漫长的路，有人欢呼，有人孤独。感谢你曾与我在黑暗时刻共舞，一路前行，仰望星辰。也许告别，也是新生，走在微光之下，探寻生命的真。上微博参与初入职场的我们法医季话题讨论，边看边聊节目观后感。更多节目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关注初入职场的我们官方微博，了解更多案件隐藏细节。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特别鸣谢微博职场、微博政务指定问答社区知乎、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深度知识合作平台秒懂百科。世界如此简单。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特别合作 QQ 阅读、WiFi 万能钥匙、百度输入法、墨迹天气、YY 直播智行、Zakar 一点资讯、木鸟民宿。我宣誓，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人民。握双手相依，鼓起勇气面对这潮汐。我会告诉我自己，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宣誓人：向勤勤、屈意林、陈实、刘朝玉、徐子彤。